这一位呢，前2个赛段他的高能量深深的感染了我们，但是今天他要跟我们分享的是，哎呀，前些年他也郁闷过。掌声欢迎贾浩。Hello， 1楼的朋友、2楼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贾浩，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哎，每次见到观众，其实心里都会很开心。但我最近有一个小的困惑，就是节目期间，最近上海看开放麦的观众，有的是不是来得太勤了？他们很懂行，他们每天都来看，他们知道这个节目上了线，在线下就再也听不到了，都是些临期段子。对，有的来得太勤了。但观众，你们知不知道每个赛段10几天，演员会重复打磨一套段子？所以上个礼拜有观众给我发私信说：“浩哥，你这个段子我听了7遍了，你今天改了一句话，不如不改。”哎，有的真的来得勤到你们有些观众的 ID 我都记得了，那些标题我都背得下来了。什么？谁是开到呼兰和庞博的幸运小女孩呀？哎，这个小女孩也太幸运了，他俩都不在一个平台，王不见王，就见你。俩王都被你碰到了，你是4个2。我现在好像明白为什么有的段子其实第一次上开放麦讲的时候其实挺好笑的，越讲到后面越凉。我都纳闷这个段子我没换啊，观众心里想，嘿嘿，我们也没换。我去的勤肯定是因为我比赛焦虑嘛。我现在都记得，我早几年比赛老是1轮游的时候，我甚至焦虑到专门请了线上的心理咨询师。我很坦诚，我说我觉得同行都比我好笑，都比我进步得快。咨询师说：“贾浩，你有没有考虑过承认自己根本就不如别人呢？”哎呦，我心里想，我花钱是想听点我不知道的。我当时要顺着他说，我说我的演出效果可能不如别人。他说不如别人的是不是还有收入、名次和知名？我说你别说了，我都没想到他骂的这么全面，我都想对着电话那头问：“是您吗？易立竞老师？”谁是开到易立竞的焦虑小男孩呀？而且当时除了比赛，更让我焦虑的是我爸，一个初中数学老师，那一年被骗了28万。他就是借了28万给同校一个美术老师的儿子，说做工程，说利息挺高，这个钱再也没有要回来。哇，我爸算利息的时候算得可开心了，但他忘了算还钱的概率。数学很单纯，复杂的是人。但家里没有怨过他，家里没有怨过他哦，因为我觉得一个数学老师很难用自己专业知识维权，他总不能拿个3角板把那个美术老师逼到墙角还钱，不然老子拿可赛你。美术老师也有点懵，那我给你画个饼吧。我爸要钱办法很笨，他就每天美术课去堵那个美术老师，堵了1个多月，真的有点效果。我爸都快学会画画了，真的画的还可以。街坊邻居都调侃他，说他是小徐悲鸿。说最神似的就是那个碑字，我爸真的在家里画骏马图，还搞玄学，每匹马上面画一个美术老师骑在上面，向他跑过来说寓意马上还钱。我心里想，爸，这看着更像美术老师对你说我还你马。8匹要不回来这个钱，我爸要了几年都要不回来，最后轴的说，我要是死了都要不回来，你就接着要，你要再要不回来，以后你儿子接着要。我说爸，都什么时候了还催婚？没有都没有。这个事情对我影响应该很大，因为以前我爸都跟我说，以后你在上海结婚买房什么的，爸给你存点钱。哦，这个事情以后，我爸经常告诉我，我3姨父倒插门也很幸福。又心酸又有点好笑，对吧？好笑的点在于，在我爸心目中，上海一套房的打包价就是28万。
哎，28万在上海买房能买啥？能买个2平米、3平米不得了了，对吧？还结婚用，那我结婚都不叫闹洞房，那就叫闹洞。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结婚在闹洞。哎，更让我难受的是，我后来知道那个美术老师的儿子当初在我们镇子上面骗走了2000多万。后来潜逃在外地，住着豪宅，开着豪车，我真的很不平衡。我每天骑共享单车赶开放麦，他呢。我朋友还安慰我说：“小浩，你想，你每天给这么多观众讲段子，哪怕只有一个观众笑了，你很快乐。你再想想那个傻子美术老师的儿子，他背负着一辈子的骂名，他一个人在外地住着豪宅，开着豪车，你以为他真的快乐吗？”那一刻我真的呆住了，因为我真的想象不到他有多快乐。我朋友还以为安慰到我了，他说：“你想啊，他只有豪宅和豪车，但是小浩，你有观众们的快乐呀。”哎，但是我心里觉得我要有豪宅豪车，我会让观众更快乐。以后大家来看我讲脱口秀，每个人进门先发500块钱，什么也不用干，就负责给我笑，给我尖叫。我经验，但我没有，我只有一口气，我告诉我爸，我说爸，你不要焦虑，儿子写点段子，巡演2年，这个钱就给你挣回来了。我爸说你写什么段子？我说那你别管，这个钱挣回来给你不就行了吗？我爸又被骗了第2次。但大家不用太担心他，虽然这个钱要不回来了，但我爸今年状态好了很多。我问他是怎么翻篇走出来的，我爸原话说就是放弃了。他说我就当买了辆20多万的车开到悬崖下面去了，但是人没事，人在家就在。我爸还挺装的。他都没有驾照，所以他不知道车有保险。导演组也问我说，上节目讲这段有什么想对美术老师说的吗？我说我想对美术老师说的话都播不了。好人一生平安吧。但我有话想对我妈说，妈，真的非常感谢您的谨慎，让您的积蓄没有被骗，我永远是你最好的儿子。但最后我想告诉我爸，爸，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有没有发现，虽然亏了28万，但你好像对家里有所亏欠，让原本强势的你现在温柔了很多，爱做家务了很多。怎么说呢？爸，28万养成一个好习惯。大家好，谢谢。没掉，就一直在往前走。咱们得280万上。准备，你行啊？行，好，我稳住，我们先把这一点。贾浩，锁票倒计时。掌声再次送给贾浩。贾浩在我们这期节目里面实在是怎么打怎么有，对，太厉害了。他好像和这个舞台已经浑然一体了。贾浩就是那种极其敏锐的人。对，我觉得他演出是一次亏都不会白吃的，不是白吃啊，就是说他就知道，比如说这次演出也许有一点问题，他下回一定会把这个东西变成自个儿的另外一种写的方式。所有的那些教训都能够对所有的教训，因为他都是有效失败，这一点非常非常厉害。而且贾浩现在的这个架势，他的表演的那种感觉，就是他要蹦到观众的身上去演去。但是我劝一句，就不用这么紧张，就说就可以再放松一点点，因为大家真的很爱你，你可以在台上再。因为大老师，我说句实在话，因为前面2个演员都很炸，我明白。就是我就接那种炸的场合，我前2分钟其实心里一直有在左右的摇摆，它其实有点影响我自己整体演出状态。我甚至脑子里能听到自己对话，对，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经历，以后再遇到类似的事情，可能就更放松了，没有白吃的亏，对不对？然后，但是我就觉得他就是这样，每次会变得更强。贾浩太棒了，是的。我觉得他很稳定，对，就这种稳定，我相信就是他不停的在磨这个段子，每一个点他都研究的极其的谨慎。我是这种感觉，而且他的能量在舞台上也是属于高能型的一个演员。对，我想跟大家顺便说一下，你们在舞台上永远看到热力四射的贾浩，但实际上我在后台看到的他的时候是一脸疲惫的，但是他只要到了台上还是热力四射，所以我明白，我觉得这是不光是作品的
好，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就我们传说中的义德，他是把自己的全部热情奉献给舞台的那种，对。啊，罗老师在后台看到贾浩是疲惫的吗？是。我在后台看到他是妆发齐全、妆容精致，还是神采奕奕的。我看他的时候，他特疲惫，好像连续演了好几天，对吧？啊，我的原则是我见鲁豫老师我就全妆，罗老师因为素颜，咱俩就素颜聊一聊天。啊，我不配，我不配。罗老师来装疲惫。哎呀，别聊天，歇会儿。对，没有，可能不同的场次吧，不同的场次，有的是连着演好几天，可能确实会稍微累一些。但贾浩让我现在放心到什么程度？我现在除了听他的那个脱口秀以外，我会关注他的穿搭，每一个细节都会想到，所以我会非常非常欣赏贾浩这样的所有的这种呈现吧，我很喜欢。贾浩今天这穿搭有什么讲究吗？白和黑。我第一次意识到穿搭对演出、对观众的尊重，其实是当时看春春老师的《周末愉快》，因为他当时换的每一套衣服，我朋友都赞叹，就是真的哇，也太时尚、太绝了。但他的衣服我穿不了，我就嗨，没有，我就觉得对演出就是你会让观众觉得哇，好开心啊。就是觉得哇，好尊重我，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一直给惊喜。对，7学啊。感谢贾浩给我们带来的表演。休息一下，本赛段最后一位要出场的这位演员朋友，他经历了时代和行业的浮沉，还在。有请呼兰。去吧，这个周末好尾。朋友们好，哎，好，来这儿，大家好，我是呼兰。其实这轮写稿时间我们其实是不多的，大家其实都有点想放弃了，然后大家节目组就给搞成这种小组赛，啊，2人一组，然后开始比总分，大家就变得特别的努力，因为你总想着别拉队友的后腿，太无奈了，你知道资本家的招数也太多了。我特别害怕公司以后以2人一组发工资，1个月完了之后在全公司拉通榜，找8个人再不发工资。我之前在台上讲过好多公司的问题，说哎呀，我们公司的发展中不知道染上什么这种大公司的毛病，现在好多了。经过几年不懈的努力，我们成为小公司了。老板一变穷，哎呀，整个人都看得顺眼多了，啊，天天礼贤下士的。我说你为什么之前不礼贤下士呢？他说因为我之前在准备上市啊。我说啊，你主要是容易上头，你还是喝点国民白酒老村长，真正纯粮酒，好喝不上头，让生活更开心。公司一小，整个组织架构都扁平化了。以前我们学着那些大厂搞中台，现在没有了。现在公司前台今年也给裁了。现在是保安兼前台。你想想看，只要不是访客跟歹徒同时来，是吧？以后就是脱口秀演员兼保安兼前台，对吧？只要不是访客、歹徒和灵感同时来。我们现在就是保安汇报给行政主管，行政主管直接汇报给董事长，董事长是保安的+2。但凡行政主管请假，董事长直接领导保安。我们公司3个老板，之前我在台上骂完老板之后，3个人全都哈哈乐。我说这是谁都没听进去啊。后来才知道，每个人都以为我说的是另外2个人。但是我们现在失去了小公司最大的优势，就是画饼。你看其他那些创业公司、小公司经常会说，哎呀，别看我们现在是小公司，到过几年做大了，你都不敢想象会什么样。
我们现在很难这么说。别看咱们现在是小公司，过几年做大了，做大了就是前2年的样子。我不用想象，我可以回忆，你知道，我都记着呢。前2天一个跟我说，要不然我给你点公司的股份吧。他说完自己乐出来了。我说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板现在就是想骗我，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东西。我特别害怕老板有一天跟我说咱们啊修的是来世。我觉得现在就是80后、90后总被骗，对吧？就是00后全都看在眼里了。所以说现在老板很难骗到00后了，就可着我们在这骗。00后都说了，说我是没吃过猪肉，但是看过猪上当受骗呀。你看所有的这些招数，其实只能用一次。你看曹操用望梅止渴，你不能说曹操用完望梅止渴说，哎，这招好使，以后出门就不带水了。不行对吧？你第一次曹操用，前方说啊，前方有梅林，士兵还能口齿生津。你第2次就口吐芬芳了。第3次就口吐白沫了。80后、90后还在琢磨呢，说前方到底有没有梅林呢？00后就觉得说这根本都不是梅林的问题，我就不该跟你出去打仗，下次就不跟你去出门了，对吧？你问00后说你为什么不出门？因为好事不出门。也一样，你看现在00后也开始不买房了，因为他看见了前面买房的人一边口吐芬芳，一边口吐白沫。有道理，你看上海现在1平米均价6万3，1平米6万3，你有这个钱，你能去看30、40场演唱会。你要不喜欢听歌，喜欢听脱口秀就更好了。我的专场最贵的票580，你能看100多场。你要不喜欢坐前排，那就更好了。坐2楼一样嘛。听脱口秀就听个响嘛。哎呀，你想想看，之前还总在说什么消费主义陷阱，消费主义陷阱，现在没有了。你看拉布布这么火，没有人在说什么陷阱这些事情，大家乐此不疲。你想想看，这样如果都是坑的话，它就是陷阱；如果有的是坑，有的不是坑的话，它就是盲盒。我之前那时候上班的时候谈好了月薪1万，上班之后你才知道，他说的这1万里面还包含了2000的绩效工资。你为了这2000下班不敢走，消息秒回，经过1个月的努力，终于拿到属于自己的1万块钱。00后不管这个了，8000、1万，反正不够花。一样的，不行就管爸妈要一点，贴点得了呗。有人说，哎呀，啃老，人家父母乐意跟你有啥关系？你要乐意也可以啃你。哎呀。我开始上班的时候就看着60后、70后，我觉得，哎呀，你们这工作也太安稳了。我说这一眼看到头的日子也太恐怖了。现在年轻人看着我们说，这一眼望不着头的日子也太恐怖了。你都不知道哪一个更恐怖。那时候上一代人总说，哎呀，好多事儿你不懂，你就是太年轻。现在我看现在的年轻人，我就觉得是我年轻的时候还是太年轻了。谢谢大家，我回来。不然锁票倒计时。谢谢大家。基本上是属于另外一位，你永远不用担心他在台上会怎么表现的这样的一位脱口秀演员。好像是鲁豫老师上一届说的吧？就你可以永远相信呼兰，对吧？是的，是。呼兰比到现在不会真的有压力吧？会有压力，这个就是比赛就好看。放在谁那儿看着广志跟贾浩也嘚嘚嗖嗖，但是刚才小四爷特别好，然后我就开心，我说啊，与有荣焉，与有荣焉，开心，开心。开心。
夸奖呼兰的词儿，我已经词穷了。是的，是的。但是我觉得我会词穷，我发现呼兰的好就是没有上限的。是，觉得呼兰不仅是可爱有趣，然后他特别的智慧，真的是非常仗义的一个人啊。因为你知道，好多这个，比如说他守护一棵树啊，那个树枝把它是个鸟，它直接就飞走了，但是它不飞走，它直接绕着那个树守护那棵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的存在。而且呼兰这一回不第一回又说，然后每年都来，就是陪伴大家，守护大家，每年见到呼兰那份温暖，我觉得特别好啊。而且我现在见到呼兰就是一种好朋友的感觉，就朋友演出开心，然后我演出也请呼兰去看，大家就是这种开心的感觉啊。所以说啊，时代和行业这些年一直在浮沉，不管是高处还是低处，呼兰总在，是一个给这个行业极大安全感的一位脱口秀演员，不沉沉，他跟这茶包一样。再次掌声送给呼兰，谢谢大家，呼兰，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来，4位全部来到舞台，来了。完了，是吧？完了，来哥俩，这帮完了，还没有完全那啥，但也行，反正就这个啊，这个你说，现在他们差12分嘛，差12分。你预测大老师能再拉回在8分以内？8分怎么样？我觉得8分。来，让我们看一下贾浩和呼兰各自获得的票数。不好说。呼兰，我觉得呼兰能赢，很接近5分以内可能。不少。哎呦，我们4个人吧，句号画对了，句号画对了，可以，太大了，那就呼兰跟他们跳段了，对吧？跳段了，太牛了，又是新弄出来的，你们 Study Group。爆梗小区560分，似乎是冠军576。还好浩哥也输了，不然我多难受。是的好。让我们祝贺似乎是冠军的2位，厉害！呼兰和小四爷顺利进入下一轮。跳段了。行。表现，还可以，已经学会先移了，太好了！我觉得我们太棒了，由衷的替小四爷的开心，我这太好了，这样我就站起来在那儿蹦，又在那儿鼓掌，哎呀，这真的太棒了。当然，就互相帮助，然后甚至小四爷帮我还更多一些，小四爷真的特别好，我俩友情迅速升温啊，然后大家就经常开放麦窝在那里去写稿，小四爷成稿还成得比较快，所以说他就比较担心，就大家一起讨论，包括第1天比赛的时候，我俩在备战间，小四爷基本就都在帮我忙活，帮我在想。刚刚呼兰哥谦虚了，说我帮他更多，我找他次数多，或者只是陪他时间多，但是其实我没有给这个稿子带来特别大帮助，你知道，更多的是那种情绪价值什么，但是他确实对我帮助很大。他又提醒我，他说这稿子你不能纯观察，你得带入你，然后这个稿子好像一下就相当于画龙点睛的，对，真的，对吧？所以还是得感谢呼兰哥，经验丰富，确实。那现在2位是好朋友了吗？我觉得是啊，小四也不是绑架小四爷啊。我觉得还是不要那么快吧。对，慢慢来。对。我怎么整得跟球会似的？好奇怪，这个氛围。不至于。挺好，能找到一个创作的朋友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以前知道他人好，但是不知道他人这么好。广智和蒋浩要进入到待定区，也来我们待定区看看。第一回来有点陌生，待定区怎么多了这2个人啊？我理解你的感受，接炸的真的好难啊！这个区域头一次见你，哥哥，头一次见你。小梗小区后采开始。浩哥那个位置很难演，前面一个最强新人刚刚炸完场，后边是一个最强老人，你夹在中间演，谁来也演不了，没有人能演得了那个场子。但是浩哥还是在这种情况下281票，
浩哥，这将会是你今年在这个舞台上遇到的最难演的场子，以后不可能比这个更难了。哇，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你都撑过来了，你都已经冲到281票，以后的路就是全是坦途啊！还得是教练请得好，一个好的教练不仅知道你怎么作战，成功的时候跟你分享喜悦，当你受挫的时候还能给你情绪价值和正确的引导。各位，目前我们的34组演员已经全部表演完毕了。我们现在来看一下2人小队的晋级名单。第一名是四湖市冠军。哦，真的是冠军，我起名字有用啊。有用啊，那你起得好啊，那你还说啥了？马丽莲、孟瑞、油泼辣子小蛋糕、小丽和小高，祝贺各位！根据比赛的规则，总票数排第1的2人小队成员将获得下一赛段的跳段权，可以自行选择是否使用。恭喜2位！现在呢，已经有17组演员成功晋级，还有17组演员处于待定。让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的待定名单。本赛段一共有26个晋级名额，所以目前榜单中得票数前9名的演员可以获得最后的晋级名额。让我们恭喜贾浩、何广智、邱瑞、小快、毛豆、Seven、侯志远、王大刀、小帕，还有一个并列的徐志胜，进入到下一赛段。再干一场，再干一场，干一场。我知道这一轮以这个成绩晋级，下一轮对我造成的压力会非常非常大，因为我坐在那儿，我在想，如果只晋级8个人，我和小帕中间只能留1个的话，我可能就会退出了。放弃其实是一个特别轻松、特别简单的一个事情，但还是想再尽力一点，再尽力一点，就是哪怕我下一轮被淘汰了，但我在这个过程中，我真的是竭尽全力了，我也能对观众、对自己、对身边的朋友有一个最好的交代嘛。我不想，我如果退了之后，我就彻底的被脱口秀抛下了。非常遗憾，还有几位演员要在第3赛段结束之后告别这个舞台。非常感谢秋月、小雪、菜菜、姜子浩、二哥、火锅和 Echo 在3个赛段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谢谢各位！希望在下一季还能看到大家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谢谢各位！对我来说，很神奇的事儿都在这个夏天发生了，很知足，完全一点也不遗憾。在这个节目中看到李宇春吧，他刺激了我写出了一个不知道有这样素材的东西，甚至我从来没想把这个处理为段子。我来了，我谁都不认识，我就有毛豆微信。现在我就看我这个手机，哎，回去以后我都能给我战友他们装一装。你看我认识多少脱口秀的角儿啊！1、2、3赛段都有一种披荆斩棘的感觉，很感谢很多朋友不停的来安慰焦虑的我，因为他们感受到了我的情绪，真的非常感谢。36岁又一次从零开始的一个过程，可能一开始会有些焦虑，但现在只要你还活着，你就知道你还可以努力，你还可以变得更强，你可以成长，你还可以，你还能走到年轻人的圈子里去了，以后可以叫中年小姐姐。最感谢的肯定是我自己。确实以前也受过很多挫折，不可能不怀疑自己。我今年真的从内心上最大的进步就是我很认可自己。辛苦了，我想说的也是这句话，蛮辛苦的，你又上了一个台阶，没有人能评价你，继续创作。回去发展我的粤语市场，发展我的粤语专场，会不会发展得很好很顺利？
哥，这也太巧了，我怎么就翻到这个家伙？他说不过如此。我老二能不能在脱口秀这个道路上再走得远一些？他说不行。毛豆肯定他会怼我，你不行。其实他心里肯定奔着二哥行，这是往我心里说的，不行就是行。我能讲脱口秀讲到60岁吗？哎，毛豆不行，这个太悲惨了，预期违背了啊，预期违背了。我到底能不能找到喜欢我的人？来。哇哦，谢谢张俊，他说了你要永远相信你自己，这份力量我收到了。蔡姐60岁的时候还会跟我一起玩吗？Echo 会过上他希望的平行世界的人生吗？看一下，我们喜欢你是什么意思？别放弃，虎牙。哦，平行世界的那些人他都喜欢你，是平行世界对你的欢迎语。既然你去了平行世界更好的生活，不要放弃我。我可以做得更好吗？我翻到了。王丹丹说没关系，答案早就显现了，就是我可以。你可以，你绝对可以的。It's our destiny， 对。但喜欢这句话就觉得挺抽象的，但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其实这句话刚好就对上了，因为18岁时候做到了。36岁还可以再来一次。大家好，我是秋月，是一名滑雪教练。我希望我能打开，能把我坚定的东西勇敢地说出来。大家好，我叫小雪，我是一个中年姐姐，我是2个孩子的妈妈。大家好，我是 Echo。Hello， 大家好，我是菜菜。Hello。我是二哥，是一名消防员。二哥希望给你们继续带来快乐。我是姜子浩，我还有广东人。大家好，我叫火锅。不管因为哪一句、哪一个选手的那么短暂的一瞬间你笑了，你就要知道你不是孤独的，有这些人在陪着你，有这么一大堆人在陪着你。